王一博反代拍名场面，当顶流把隐私保护完成了行业标杆，说是王一博被代拍圈集体认证为最难拍艺人天花板。你说这头衔听着是不是有点魔幻？咱们平时印象里的明星，尤其是顶流，那恨不得把脸凑到镜头前面，生怕少了一个曝光机会。可到了王一博这儿，画风完全反过来了。他不是怕拍，他是真不让拍。而且这不让拍的程度，硬生生把代拍圈给整不会了。你想想，代拍是干嘛的？那是靠照片吃饭的。平时别的明星上下班，那简直就是代拍的福利时间。正脸、全身、互动，要啥有啥。稍微糊一点，粉丝可能还不乐意，得要求重拍或者退款。这行当也有行规，讲究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货不对版的退钱，对吧？可王一博打破了这个规矩，我听说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代拍圈居然为他量身定做了一套独家潜规则。啥规则呢？就是拍王一博，哪怕只拍到一个背影、半个侧影，甚至衣服的一个角儿，只要对上焦了，这钱就不用退，圈内余独一份儿。你敢信？这要是换个人，买家不得把代拍给骂死。我花钱是来看脸的，你给我买个后脑勺。但在王一博这儿，大家居然默认了，毫无怨言。这事琢磨起来挺有味道。我有个做摄影的朋友，之前跟我吐槽过，说去拍王一博简直就是花钱买罪受。他说有一次巴黎时装周外场那些代拍蹲守了半天，腿都蹲麻了，结果呢，连一张能用的正脸都没捞着。圈内甚至流传出一句玩笑话，说拍到王一博正脸够你吹一整年。这话听着夸张，但细细一品，全是代拍们的血泪史。我看过不少现场视频，那场面简直堪比特工行动帽子、口罩，那是焊在脸上的，根本别想看到表情。从下车到进会场，全程不超过5到10秒。脚步带风，直线冲刺，偶尔还突然变向，甚至走秘密通道，主打一个不给镜头一丝机会。你说他这是耍大牌吗？刚开始我也这么想过，但后来看得多了，我发现不是。这是一种职业级别的自我保护。你想啊，现在的娱乐圈，隐私这东西太奢侈了。很多明星为了热度，主动出让隐私，换取话题。今天恋情曝光，明天家庭琐事，恨不得把生活掰碎了喂给大众。短期看是有热度了，可长期呢？演员的神秘感没了，角色的说服力也打折了。观众看你演戏，脑子里想的都是你昨晚跟谁吃饭了，这戏还怎么看？王一博显然懂这个道理。他一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，离作品近一点，离生活远一点。这话听着简单，做起来太难了。尤其是当你红到那个程度，周围全是盯着你的人，那些超快的脚步、严实的遮挡，全是他在认真守护自己的私人空间。他不是在跟谁赌气，而是在用行动划出一条清晰的线，工作归工作，生活归生活。这种干脆利落的作风，在如今这个喜欢炒作私生活的圈子里，简直是一股清流。更有意思的是粉丝的反应，通常明星防代拍，粉丝可能会觉得哥哥被欺负了，或者看不够哥哥好难受。有些极端的，甚至会跟代拍合作，去买图，去传播隐私。但王一博的粉丝，那包容度高到离谱。不管是多糊的图，不管是马赛克级别的局部，还是晃到模糊的背影，大家全都照单全收。这逼的代拍圈都放弃了挣扎，诞生了史上最宽松的达标规则，能对上焦就算胜利。圈内还因此诞生了一个专属梗，叫大赦天下，专门用来形容王一博难得心情好，正常走大路，没躲镜头的时刻。只要这情况一出现，代拍们堪比过年，激动到疯狂按快门，那场面简直不要太好笑。这种反差萌真的只有王一博能制造出来。我觉得这才是追星的正确打开方式。粉丝和偶像之间不应该是一种窥探与被窥探的关系，而应该是一种陪伴与成长的默契。王一博的粉丝显然懂了这一点，他们不追私，不路透，一起把边界感拉满。这种默契不是靠经纪公司发声明压出来的，而是靠长期的相互尊重磨合出来的。看着他们这样，我真心觉得这样的粉丝文化值得内娱其他圈子好好学学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为什么偏偏是王一博能做到这样？有人可能会问，这么低调不会过气吗？事实恰恰相反，越是有边界感，他的人气反而越猛。这就是最打脸的地方。你看他的商业价值，时装周香奈儿、LV、罗意威三奢代言傍身，这打破了多少行业规则？再看他的赛车比赛， 4.6 万张票秒空，直接带动3000万产值。这数据，这顶流实力，藏都藏不住，说明真正的实力派根本不需要靠炒作私生活来维持热度。大众是聪明的，谁有真本事，谁在认真做事，大家心里都有杆秤。
王一博用成绩证明了一个道理：尊重隐私和保持人气，从来不是对立面看到这些数据，我真的很解气。这就像是给那些信奉黑红也是红的人上了一课。王一博的成功是长期主义的胜利，他不急于求成，不消耗自己，而是把精力都放在了打磨作品和提升自我上。这种稳扎稳打的劲头，在快节奏的内娱显得尤为珍贵。这也告诉我们，无论做什么行业，专注和实力永远是硬通货。还有个特别搞笑的粉丝脑洞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粉丝说，王一博自己摄影那么厉害，连香奈儿都认可他的作品，他肯定是太懂镜头了，所以才会躲镜头。这话虽然是玩笑，但细想一下，还真是降维打击。一个懂摄影的人，知道光线的角度，知道快门的时机，知道镜头的死角，所以他想躲的时候，你根本抓不住他。这就像是一个武林高手，他知道你的招式，自然能轻松化解。这种专业对抗专业的戏码，看着确实过瘾，这个角度真的挺妙的。他把王一博的躲从一种被动的防御，变成了一种主动的掌控。他不是在逃避，而是在掌控节奏。这种掌控力也体现在他对人生的规划上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曝光，什么时候该隐身。这种智慧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。其实聊到这儿，我心里挺感慨的，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好像习惯了什么都要看得清楚。明星的穿搭要清楚，恋情要清楚，甚至家里养什么狗都要清楚。这种过度的透明化，其实对谁都没好处。对明星来说，失去了自我；对观众来说，失去了想象空间。王一博的这种难拍，其实是在提醒我们，留点距离，可能更美好。你被王一博的反带拍操作笑到了吗？反正我是笑过之后，更多的是敬意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能保持一份清醒，守住自己的边界，真的不容易。我们支持明星保护私人空间，不仅仅是为了他们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。因为只有当艺人能安心创作，不被私生活打扰，我们才能看到更多好的作品，不是吗？有时候我就想，如果内娱多一点这样的男拍，少一点那样的球拍，环境会不会好一点？代拍也不用那么辛苦蹲守了，粉丝也不用为了几张图争得面红耳赤了。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回作品上，戏好了，歌好了，舞台好了，自然有人买单。何必非得盯着人家口罩上面的那双眼睛呢？而且你看，王一博也没因为躲镜头就少了代言。相反，品牌方更看重这种神秘感和高级感。你天天暴露在菜市场一样的环境里，奢侈品那种调性怎么出来？保持距离，反而产生了美。这不仅是做人的道理，也是做生意的逻辑。所以说，这次代拍圈给他颁这个最难拍艺人天花板，表面上是吐槽，实际上是认可。认可他的定力，认可他的实力，也认可他带来的这种新秩序。哪怕只拍到一个衣角不用退款，这听起来像个笑话，但背后是双方的一种妥协，一种基于尊重的妥协。这种妥协挺珍贵的。如果你也认同这种健康的追星文化，认同这份清醒的边界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点赞，一起为王一博，也为所有认真做艺人的明星打 call。让我们期待下一个作品见，而不是在代拍的镜头里见。毕竟，作品里的他才是最全貌、最清晰、最打动人的那个王一博。至于生活里的他，就让他做个普通人吧，挺好的。